想買新嘅鑊，但係唔知揀邊款好。我留意到唔少屋企有一隻5層鑊，但係就用錯晒方法。咁 PFOA 呢樣嘢有咩咁嚴重呢？生鐵鑊經倒模製成，最後有個總結圖表俾大家參考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構思咗超過3年半嘅主題，就係鑊啦。經歷咗漫長嘅資料搜集、驗證同埋拍攝之後呢，仲有少少嘅拖延咁樣。今日終於出到呢條片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同埋唔好嫌我沉啦。市面上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鑊，常見嘅例如易潔鑊、生熟鐵鑊、不鏽鋼5層鑊、陶瓷鑊等等。有好多朋友問我想買新嘅鑊，但係唔知揀邊款好。其實咧都好視乎你自己個人中意煮啲咩類型嘅菜啦，同埋個人嘅習慣嘅，所以就唔可以一概而論。如果你都想知道呢啲鑊嘅特性、用途上有啲咩唔同，咁就唔好錯過啦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我有一道小測試俾大家。以下邊一個選項係啱嘅呢？ A. 5層鑊嘅內層通常都係用不鏽鋼作為物料。B. 酒樓嘅鑊氣小炒一般都係用生鐵鑊嚟炒出嚟嘅。C. 易潔鑊一般都唔適宜極高溫咁烹煮。D. 砂煲嘅傳熱速度一般比鐵鑊快啲。答案呢就喺片尾揭曉。好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多啲特色食譜，或者對煮嘢食同食嘢有份執着，不妨撳個訂閱掣，得閒睇下我啲新片啦。首先講咗易潔鑊先。易潔鑊唔黐底係因為佢本身面頭有一陣平滑嘅化學塗層。市面上絕大部分嘅易潔鑊咧，塗層都係用咗一隻叫聚四氟乙烯，英文簡稱 PTFE 嘅物料造成。由美國嘅化學家喺1940年代意外發明出嚟嘅。過咗幾年之後咧，再正式註冊成為商標，就係我哋而家熟悉嘅 Teflon 啦。大部分嘅化學品咧都唔能夠破壞呢種物料，而且佢有唔黐其他物料嘅特性。從而令到佢咧可以廣泛咁用喺廚具當中。中學如果有讀過化學科嘅朋友，應該都記得課程裡面有提過佢噶啦。佢係一種 polymer，即係聚合物，係透過一啲強力嘅分子結構，令到佢有呢啲咁犀利嘅特質嘅。不過凡事都有缺點，大家有冇見過茶餐廳嘅大排檔出現過易潔鑊呢？我就未見過啦，因為喺易潔鑊嘅字典裡面並唔可以出現鑊氣呢2個字。茶餐廳大排檔出餐要快，又要有鑊氣，爐火一定非常之猛烈，而且好高溫。易潔鑊喺呢個情況會同大家講拜拜。雖然易潔鑊嘅塗層咧有頭先所講抗酸抗鹼唔黐底嘅好處，但係傳統嘅 Teflon 生產過程裡面會加入全氟辛酸呢種物質，簡稱 PFOA。當隻鑊嘅溫度去到攝氏260度嘅時候，佢就會開始將啲 PFOA 釋放出嚟，從而破壞咗個塗層。即使寫到明呢隻鑊製作嘅時候不含 PFOA， 但係如果本身個塗層係用 PTFE 做嘅話，遇到好高溫嘅時候 ，PTFE 都一樣會分解成為 PFOA 噶。咁 PFOA 呢樣嘢有咩咁嚴重呢？喺我準備影片嘅幾年之間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已經將 PFOA 咧由本身嘅潛在人類致癌物升級咗做人類致癌物啦。我哋好有鑊氣咁煮嘢食嘅時候，通常啲油溫都好高，通常啲油出煙嘅時候咧先會放啲嘢食落鑊嘅。用花生油嚟計，呢個時候嘅油溫咧已經去到攝氏240度噶啦。鑊嘅溫度咧都好大機會已經超過咗260度，開始釋放緊啲 PFOA 出嚟。唔單止有機會影響健康啊，個塗層咧其實同時已經被破壞咗噶啦，冇咗陣靚嘅塗層，下次煮嘢食嘅時候自然就黐底噶啦。點解會咁樣？我哋放大個易潔鑊表面睇睇啊。易潔鑊嘅表面咧未加 Teflon 之前，其實係凹凸不平嘅，只係靠啲塗層咧令到佢表面更加光滑同埋唔黐。只要塗層被破壞咗，煮嘢食嘅時候，啲嘢食就會自然黐喺凹凸不平嘅表面，從而發生黐底嘅問題。所以簡單嚟講，易潔鑊唔可以太高溫咁煮嘢食。另外，如果燒熱晒隻鑊先至落油，落油之前呢隻鑊嘅溫度仲會升得更加急，後果更加危險。
亦都千祈唔好用啲尖或者硬嘅物品嚟刮個鑊嘅表面，避免破壞咗表面嘅塗層。雖然市面上開始有啲聲稱唔會喺製造過程加入 PFOA 嘅易潔鑊，大家如果想買易潔鑊嘅話，都可以循住呢個方向去出發。而家坊間有啲產品可能用咗其他，例如陶瓷嘅塗層，雖然可能冇咁容易致癌，但係個塗層其實依然好容易刮甩同埋燒壞嘅，甩咗都係會冇咗唔黐底嗰種特性㗎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同埋有機會嘅話，再同大家詳細分享下。嗱，咁樣先係㗎嘛。所以結論就係易潔鑊雖然可以適合用嚟煎炒，但係唔可以太高溫，亦都絕對唔可以白鑊烘乾，因為我哋睇唔到隻鑊嘅溫度，唔知道幾時隻鑊就太高溫㗎啦。太高溫啲塗層就會溶，所以如果煮嘢食有鑊氣嘅話要先放棄易潔鑊。不過易潔鑊煮嘢都絕對有佢嘅好處，例如少少油就可以煮到嘢食。又或者用嚟煮一啲好容易黐底嘅嘢食就好有用啦。例如整雪花酥嘅時候用嚟煮溶啲好黐嘅棉花糖就好好用啦。講完易潔鑊，咁又點少得鐵鑊啊？鐵鑊主要分為咗生鐵同埋熟鐵兩大類。鐵呢種金屬係以鐵礦石嘅形式出現喺大自然當中嘅。如果要令到佢純度更加高就要加入碳等等嘅物料一齊去提煉。咁生鐵同熟鐵就係提煉同製作過程有唔同啦，咁而呢啲唔同就造就咗佢哋唔同嘅特質。生鐵鑊經倒模製成，經歷咗鑄造 casting 呢個過程，所以有啲地方都叫佢做鑄鐵鑊。佢嘅含碳量比較高啲，介乎2% 至4.5% 中間，而熟鐵鑊個含碳量就低至0.02% 左右。因為含碳量嘅分別啦，生鐵鑊都比較重少少，而且受到撞擊嘅時候都比較容易碎，同埋雜質比較多啲嘅。而熟鐵鑊就經歷過進一步嘅提煉，去除咗多餘嘅碳之後，再經鍛造去製成嘅，即係用錘揼嘅工具一下一下去敲打佢，所以佢亦都叫做鍛鐵鑊。佢嘅質感更加有韌性，結構緊密啲，所以受到撞擊嘅時候會傾向變形而唔係碎裂嘅。佢亦都輕身過生鐵鑊好多，通常一攞上手即刻就 feel 到個分別噶啦。而且一般都薄身過生鐵鑊。如果大家行街見到一啲舊式嘅鐵鑊，其實都好容易分辨到係生鐵定係熟鐵。除咗重量之外就可以睇佢耳仔個位，耳仔有釘嘅話基本上一定係熟鐵鑊嚟嘅。因為生鐵鑊如果有耳仔嘅話，一般喺倒模嘅時候已經連埋個鑊身一齊倒出嚟。如果想將隻耳仔釘落去生鐵鑊嘅話，基本上好容易因為生鐵鑊脆弱嘅特性而釘壞或者釘碎隻鑊。但係由於生鐵鑊重身好多，所以導致就算同一個 size 嘅鑊，傳熱速度都比熟鐵鑊慢好多，就係因為本身隻鑊重啊。所以生鐵鑊嘅儲熱能力高，用嚟煎牛扒啊、燉煮或者做啲家庭小炒都好適合嘅。港式鐵板餐嗰塊鐵板一般都係生鐵嚟嘅。而有時見到西餐大廚去煎扒嗰塊平底鑊都係生鐵嚟嘅，因為佢可以做到比較焦香嘅表面。相反，熟鐵鑊傳熱快又輕身，一般喺酒樓茶餐廳就比較容易見到佢嘅蹤影，就用嚟做啲小炒嘅。唔單止炒出嚟有鑊氣，出餐可以好快，而且拋鑊都簡單好多。反而如果用嚟煎扒就麻煩啦，因為好容易煎到外面燶咗，中間都未熟。喺使用方面生熟鐵鑊嘅開鑊、保養同埋用法係近乎一樣嘅，只係傳熱速度嘅分別嘅啫。所以喺接住落嚟嘅影片我都會係合二為一咁講嘅。如果想知道點樣開鑊嘅話，可以參考我以下呢條片。鐵鑊嘅性質係同易潔鑊完全相反嘅。點解話完全相反呢？因為易潔鑊係唔可以用大火，而鐵鑊係一定要經過大火嘅洗禮。我直接試一試俾大家睇睇啊！今次呢隻鐵鑊啱啱開咗火冇耐，就加油加蛋落去。呢個時候隻鑊係凍嘅，啲油都係凍嘅，即係凍鑊凍油，係典型用易潔鑊煮嘢嘅方法。嗱，頭先試過易潔鑊就唔黐啦。嗱，今次鐵鑊又點樣呢？哇，都幾黐底喎！好，咁換個方法，
我哋今次將隻鑊燒熱先加油，將啲油搽勻隻鑊，燒到啱啱開始出煙先放入雞蛋，即係我哋講嘅熱鑊熱油。效果又點樣呢？咁樣做法就完全冇問題啦。究竟點解會咁樣嘅呢？其實係可以用科學解釋嘅。同易潔鑊唔同啊，一般鐵鑊咧係冇一個防黐底嘅塗層。如果放大個鐵鑊嘅表面睇，其實係凹凸不平嘅，有好多肉眼睇唔到嘅窿仔。凍鑊凍油嘅時候，雖然有層油黐咗喺鑊嘅表面，但係隻鑊嘅窿仔未放大，啲油入唔到去。如果喺呢個時候就加入咗啲食材，隻鑊之後慢慢先變熱，啲窿仔放大咗。呢個時候隻鑊裏面同時又有油又有啲食材，啲窿仔俾油填滿咗，咁就冇乜問題嘅。但係如果預早俾啲食材、醬汁等等棘住咗或者填滿咗呢，就變成黐鑊嘅問題噶啦。講到呢度，我估大家應該都估到點解熱鑊呢就一定唔會黐底噶啦。好，咁我加少少醋啦。鑊夠熱嗰陣呢，全部窿仔已經充分擴張晒啦。喺呢個時候加入油呢，就可以好輕易咁填滿晒表面啲窿仔。而且油越熱呢，個表面張力越細，代表啲油越容易喺鑊嘅表面平均分布。咁呢層油呢，就犀利啦，佢就好似一層唔容易甩嘅強力塗層。無論你點加食材落去呢，個底層都唔會甩出嚟嘅，除非你放啲吸油吸得好勁嘅食材，或者本身落唔夠油。我哋唱歌之前要開聲，做運動之前要熱身，喺隻熱嘅鑊裏面加入啲油，等啲油咧填滿晒啲窿仔，就好似幫隻鑊開緊聲做熱身咁樣。只要做過呢個步驟，隻鑊就點都唔怕黐噶啦。所以用鐵鑊煮嘢食咧，係注定要有足夠嘅油嘅。有時我哋見中菜廚師咧係燒熱啲油之後，再將啲油倒翻出嚟，之後再加翻啲凍油落去煮嘢食。即係我哋所講嘅熱鑊凍油或者熱鑊陰油。點解要咁做呢？通常係因為有啲餸菜咧唔適宜直接用太高嘅油溫去做，例如炒鴨蛋、炒鮮奶或者食材拉油嘅過程。用太高嘅油溫，直接會炒到變老蛋。想拉油嘅食材都可能控制唔到個生熟程度。總括嚟講咧，鐵鑊喺燒熱鑊同埋燒熱油呢個步驟咧係必須嘅。每次用之前咧，就好似當佢一個熱身咁樣噶啦。但係要注意咧，呢個熱身嘅過程係要令到隻鑊所有位置都平均咁受熱。如果一味淨係燒熱中間位嘅話咧，就好容易造成中間位置唔黐底，但係側邊360度都好黐嘅情況。好，咁就講埋不鏽鋼鑊啦。不鏽鋼鑊就由不鏽鋼製成，好似講緊廢話咁樣。但係原來鋼咧本身嘅原材料都係鐵礦石，再加埋 chromium、nickel、manganese 呢啲金屬元素進行合金化，最終組成咗不鏽鋼。呢啲金屬元素咧令到個廚具更加能夠抗腐蝕同埋抗氧化。不鏽鋼本身嘅傳熱效果唔算好好，用嚟加熱食物咧個時間就要耐啲啦。咁但係就耐高溫，而且散熱慢，所以就好適合燉煮嘅，同生鐵鑊差唔多。所以有啲商家咧會喺不鏽鋼鑊嘅內層度包啲複合金，例如鋁合金，用嚟加快個傳熱速度，亦都係我哋常見嘅5層鑊啦。雖然5層鑊唔使好似鐵鑊咁，次次用完之後都要搽層油上去保養佢，用得鏡石甚至可以一代傳一代。但係咁多年嚟，我留意到唔少屋企有一隻5層鑊，但係就用錯晒方法。其實佢使用嘅方法可以話同鐵鑊冇乜分別，所以簡單嚟講就係唔可以凍鑊落嘢食㗎，亦都要經過頭先所講熱身嘅步驟，否則一定會黐底啊！再示範多次俾大家睇睇凍鑊同埋熱鑊落嘢食嘅分別。搞唔掂。嗱，我係用緊同一隻5層鑊㗎。係啦，順帶一提，講到不鏽鋼鑊，其實有好多西式呢啲反晒光閃靈靈嘅煎 pan 呢，都係不鏽鋼做㗎。咁希望大家之後都識得點樣用佢哋啦。講到廚具嘅話，大家都應該聽過沙煲罌罉呢個詞語。咁究竟沙煲係乜嘢嚟呢？
咁其實我哋日常最常見到嘅沙煲有兩款，第一就係煲仔飯嗰啲煲啦，第二就係日式鍋物嗰隻煲啦。沙煲嘅主要組成物料係二氧化矽 （silicon dioxide），咁同陶瓷煲都一樣嘅。咁呢種物料咧，或者呢種成分咧係非常之穩定，而且可以抗酸性，但係傳熱咧就會比較慢啲，唔能夠抵受好大嘅溫差。一遇到大溫差咧，就好容易裂開噶啦。喺呢啲沙煲燒製嘅過程當中咧，傳統嘅沙煲嘅煲身咧會有好多嘅窿窿產生咗出嚟，呢啲窿窿有時係大到肉眼都見到噶。咁正正係呢啲窿咧，令到佢儲熱係儲得更加好，但係傳熱嘅速度就更加慢。即使熄咗火之後咧，仲可以利用到啲餘溫繼續加熱啲嘢食，令到個煲擺上台嘅時候都仲可以保持到嘅熱度。所以喺冬天一啲燉煮嘅料理咧就最啱用啦。頭先講沙煲嘅表面有啲窿窿，咁樣其實令到個煲嘅表面更加粗糙，更加黐底，加上唔能夠抵受劇烈溫度嘅改變，所以唔建議用嚟煎炒，用嚟燉煮會比較好啲嘅。仲有都想提一提啊，因為都係啲窿窿嘅關係啦，洗完佢之後咧冇咁容易晾得翻乾佢噶。建議預留多少少時間去天然風乾佢，一咁樣發晒毛咧就好難搞噶啦。另外傳熱嘅速度方面咧，我都做咗個少少嘅實驗，咁就俾大家睇睇鐵鑊同埋沙煲傳熱嘅速度差幾遠啦。我同樣用咗600毫升嘅水，用同樣嘅火力煲滾佢。沙煲用咗6分幾7分鐘先勉強煲滾到。而鐵鑊唔使3分鐘就已經滾晒啦，係咪好大分別呢？我哋再試埋不鏽鋼鑊啦，大概就用咗4分零鐘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其他廚具小知識，不妨喺下面留言同我講啊！有機會嘅話，再喺其他片段同大家分享。我哋講返影片開頭個小測試先，正確答案係 C。睇完呢條片之後，大家應該都熟晒噶啦。最後有個總結圖表俾大家參考下，希望幫到大家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個 channel，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如果想俾 comment，記住喺下面留言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啦。